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杨正。一段惊人的录音正在国际间掀起滔天巨浪。美国总统川普在一次私人募款参会上语出惊人：如果中共胆敢武力犯台，我就会把北京炸得稀巴烂。据他转述，当时习近平听到这句话整个愣住，脱口而出：北京？你要炸北京？川普则强调，我别无选择。他补了一句，他大概只信10%，但就算只信5%也足够了。这段录音由 CNN 在7月8日独家曝光。据报道，是由3位资深记者在川普2024年选战期间多场私人活动中录下，并收录于即将出版的新书中。北京方面保持异常低调。录音曝光隔天的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，发言人选择避而不谈，现场甚至无人提问。但早在2024年5月底，川普传出类似言论时，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就曾重话回应，若报道属实，这种言论非常丧心病狂。台湾方面则保持谨慎克制。台湾外交部表示无法评论未经证实的发言，但重申台湾将持续与民主国家合作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。不少专家分析这段录音的意涵，有学者指出，川普的炸京狂言主要是战略吓阻的语言艺术，真正付诸行动的可能性极低，因为美中之间存在核武相互保证毁灭的吓阻平衡。美中双方都清楚，一旦真的对对方首都动手，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全面核战争。然而，川普的强硬表态也再度将台湾推上风口浪尖，显示出台海局势已成为大国角力中最危险却无法回避的引爆点。川普炸北京的爆料震撼国际，但回到现实，台海的剑拔弩张其实早已不是新闻。近年来，中共几乎天天派出军机绕台，军舰巡弋，灰色地带战术从未间断。从法律战、资讯战到空域挑衅、军演封锁，北京正以不流血的方式蚕食台湾的抵抗意志。台湾方面也没有坐以待毙。今年7月9号登场的汉光41号演习规模创下新高，首次纳入高强度灰色袭扰科目，模拟应对中共认知战、假讯息与海空封锁攻势。台湾参谋总长雷家树指出，中共军队正在测试台湾防线的各种缝隙，军方必须同步强化资讯战与心理韧性。硬体上，台湾也迎来重大升级。美国售台的 M142 海马斯火箭系统已正式成军，配合陆军战术飞弹，可执行远程精准打击，对中共前线基地形成实质威吓。兵役改革方面，自2024年起，役期从4个月延长至1年，强化后备战力与即时应战能力。但北京方面依然步步进逼。7月初，短短48小时内，台湾就侦获中共军舰4艘现身周边海域。同时，中共宣布在台海中线附近开辟民航新航线，直接贴近台湾防空识别区。台北强烈抗议，美国国会更点名批评，这是北京蓄意升高冲突风险、改变现状的切香肠战术。除了传统军力展示，中共还出动无人机、间谍气球、网络攻击，同步进行资讯渗透与舆论扰乱。前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曾说，中共这些战术若无法让台湾屈服，实际效益有限。如今台湾面对挑衅日益老练，社会整体抗压力提升，恫吓效应已逐渐递减。台海风暴升温也推动整个印太联盟进入备战状态，
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三方强化军事合作，不止剑指南海，更为可能的台海冲突布局。首先是日本，作为与台湾地理相连的邻国，日本已正式将台湾稳定纳入其国家安保战略核心。自2022年起，日本大幅增加军费，强化反击能力，购买远程飞弹，同时扩建与那国岛、石垣岛等西南离岛军事设施。东京甚至首度派遣现役自卫官常驻台北进行防务沟通。虽未公开军事合作，但实质讯号明确，一旦台海有事，日本不再置之事外。再看菲律宾，马可仕总统大幅修复与美关系，开放9座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，其中2处位于距离台湾仅数百公里的吕宋岛北端。这意味着一旦冲突爆发，美军可从这些前哨站迅速驰援台湾。尽管菲律宾政府对外低调，称为救灾准备，但多数专家解读为针对台海与南海双线备战。4月登场的肩并肩联合军演规模创新高。并首度纳入日本参演。3国海岸警备联训成为常态，标志着第一岛链防卫网正式成型。美国作为主导国，部署更为深入。近年，印太司令部不仅多次完成针对台海的兵棋推演，也开始强化西太平洋基地设施，预制油料与弹药，同时推动 AUKUS、QUAD 等多边安全机制。国会也加速立法，推动对中制裁，限制技术出口，配合军事手段，从经济科技层面切断北京的战争能力。可以说，自由世界正在为一场可能到来的冲突全力备战。尽管大家都希望避免战争，但谁也不敢掉以轻心。然而，真正会不会开战，最终还是掌握在北京手中。习近平真的敢赌吗？从内部看，中共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，经济下滑，房地产泡沫，青年失业高企，地方债台高筑，这些压力使习近平处于极大执政焦虑中。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就警告，经济脆弱的中国比强大时更危险，习很可能选择对外开战来转移国内焦点，甚至巩固个人统治。军方也不是铁板一块。2023年以来，火箭军与情报部门高层大洗牌，清洗令军队人心惶惶。美国国防部报告指出，这种不信任式整肃恐会干扰中共军队2027年现代化计划，打乱指挥稳定性。习近平倾向用绝对忠诚取代专业能力，反而让军力浮于表面。另一方面，习的历史使命感也是动武风险的来源。他多次在党内强调民族复兴，必须解决台湾问题。今年颁布的新版共同条令更出现49次战时用语，远超旧版5次。北京官媒也明言要破除和平积弊，随时准备打仗。印度智库分析师点出，中共军队可能尚未准备全面开战，但肯定在为打仗做准备。问题是，外部掣肘同样巨大，美军强大火力与核武威慑构成现实屏障。美中若开战，无人能保证速胜，却都可能伤亡惨重。尤其马六甲海峡是中国能源生命线，一旦被封锁，整个经济将陷入瘫痪。更严重的是，一旦动武失败，政权恐遭灭顶。不仅台湾可能因此被国际普遍承认，中共还恐面临新疆、西藏等地连锁分裂危机。有学者直言，武统台湾若败，中共将无法维持统治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尽管习近平口头强硬，但实际上仍极度谨慎。
他必须万无一失才会出手，否则宁愿继续打灰色战，搞军事威慑，而不敢轻启战端。但风险依然存在，在压力越来越大、时间窗口缩窄的情况下，习近平会不会赌一把？这是整个台海最难预测却最关键的变数。川普一句炸北京，把美中台冲突的火药味推向高点，一边是美国总统直接点名威吓，一边是中共高层多年来步步进逼。台海是否会爆发战争，成为全球关注焦点。习近平会不会真的赌上一切？川普的呛声是虚张声势还是真实预警？一旦开战，代价又会是什么？可以确定的是，台海如今已是全球最敏感的地缘热点之一。谁都希望和平，但谁也不能天真，唯有备战才能守住和平。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。你认为中共真的敢动手吗？川普的话又是否说中了未来的走向？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